你这是干啥？带这么多人给我祝寿来了？吴六世，你偷盗东院的财产，下毒害死亲侄，本官现将你带回衙门，绳之于法。带走！你凭什么抓人？干啥？我违什么法了？魏叔，我现在是秉公执法。老爷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这是吴家私宅，我不允许你们在这撒养。你胆敢阻拦，本官将你一起法办。老爷，我是冤枉的。张老师，来，你把我这条腿也给我打折，凑成一对儿。我要到巡抚衙门去告你草菅人命。随便，拿下！住手！谁今天敢带我娘走，我跟他拼命！干什么？想要造反吗？造反就造反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谁也别想把我夫人带走。老三，别冲动啊！三哥，千万不敢跟官府作对。你别管，三哥，他们跑到家里边来抓人来了，简直是没有王法了。老三，你别管，不。赵大人，你刚才说柳氏的2个罪名，有证据吗？把人带上来。孙掌柜，孙永全，枉死我对你的信任啊！把那么大一个典当行交给你打理，你呢？偷了我银子我就不说了，还一把火烧了我的典当行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是，我是偷了你的银子，烧了你的铺子。可我也是被人利用了，这一切都是有人主使的。说，是谁？谁呀？你没想到吧？我还活着。你说，到底你背后指使那个人是谁？我背后主使之人，就是刘婉儿。孙永全，你疯了！竟然血口喷人！我怎么得罪你了？让你在我头上扣屎盆子！老爷，他胡说八道，他都是编的，你别信他，他全是胡说八道的。在吴聘的茶里下毒，毒死吴聘，难道也是我编的吗？你胡说！她一个女流之辈，平日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怎会支持你做这种龌龊事？下毒的人是你，是你下毒害死了吴聘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嫂，因为吴聘要查3元典当行的账。因为吴聘要查3元典当行的账。就是为了这个。他为什么要诬陷周莹和王世军有奸情，也是因为周莹要查3元典当行的账。前几天，二爷要查账，他实在是找不到办法杀二爷，所以就让我把3元典当行一烧了之。够了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啊？你不是说只有我一个吗？你不是说没有我你活不下去吗？你害了我，你又能得到什么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苦苦等你，
帮你弄钱。我为了你干尽了坏事，可是你呢？你送我毒酒，买通三兽帮的人要我的人头。你们俩这是说啥呢？他本来就是我的，我们本已经私定终身，可是你仗着吴家有钱，把他抢走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年，他一直说要跟我走，所以我才死心塌地的守着他，对他言听计从。他说的都是真的？是你唆使他贪污3元典当行的银子？是你指使他一把火烧了典当行？是你杀死了吴片？你俩是不是有奸情？是不是商量着要私奔？老爷，我不是没的，我不是还在这儿吗？从成亲的第1天开始，你就骗我。这么多年了，娃都这么大了，你都在骗我。到刚才你都在骗我，哪有没有？哪有没有？可我居然为了你，居然造反、抗法！三姐，三哥，爹，老爷，爹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等等，放下，娘！我一说，你把刀放下！别过来！他居然骗了我！大哥，他居然骗了我！是宝来下的毒，听说是南院柳氏指使的。看来吴平少爷总算能瞑目了。小姐，你也放下吧。为什么不是他？小姐，你说什么？来干啥呀？过来，别紧了啊！好好，来，扔过来，来，往上拍，好，好了没有？哎，绑紧了啊！哎，好。老爷，这个月的账。二少爷这个月怎么样？二少爷非常辛苦，早来晚走的，啥活都干。这会儿啊，
正帮着熬高的。闪开！刑部侍郎谢大人到，西安知府赵大人到。沈四海不知两位大人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谕刑部侍郎谢德固前据军中密报，称自陕西泾阳沈氏药材行采买半解的军需膏药有假，着谢德固即刻前往查实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就是沈四海？是。这是将要取运的军需膏药？是。拿一箱过来，我要查验。谢大人，这些膏药乃是户部定制的，已经贴上了封条，只有户部的大人们才能启封，沈某不敢擅自开箱。我让你开你就开。谢大人，煽动军需是杀头之罪啊！你要违背上谕，那也是杀头之罪。谢大人，这样吧，这几车膏药我们暂时都不动它，等户部派人前来启封，谢大人再行查验，可否？哼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就几天的时间。那不行，我还要到河南去查案，这个事情必须马上解决。开枪！不行不行啊！这不行啊，大人！沈四海，你要抗旨吗？不是啊，大人。哎呦，自从上次在贝勒府上一别，咱们可有1年多没见了吧？杜老板，1年多不见，你倒是更加风神俊朗啊！谢大人见笑了。谢大人，今天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误会啊？哦，不瞒谢大人，这几车军需膏药是专门为沈继英定制的。贝勒也让我到泾阳来，就是为了监制这批膏药。这几车膏药我都已经亲自验过了，所以就不劳谢大人您再次动手了。不好办呐，杜老板。虽然你已经验过了，可是遵照上谕，我还得查验。来，谢大人，借我说。谢大人若要查验，在下一定极力配合。只是，非要在此时此地吗？杜老板，我就跟你明说了吧。有人告你们产的膏药啊，名为止血生肌，其实半点效果都没有，就是一张布。我出来之前，军机处的大人们反复叮嘱，要我拿住膏药后就地查验，立即奏报，绝不能延误敷衍啊！没问题，这样，您到里面坐，我让伙计把膏拿进去，您亲自查验。不用，就这儿，赶紧让他们搬一箱过来啊！谢大人，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。您今天卖我个面子，将来还你人情的，可是贝勒爷。杜老板，除非你把皇上搬出来，反正今天我是铁了心了，非要查验不可。
跟人过不去，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啊。要验就验呗。你是什么人？星儿，哎，马上。赵大人，借剑一用。哎，干嘛呀你？二帅，谢大人，你要不要我再划一剑呢？赵大人，要不要再看看？不必。谢大人，这药房里还有正在熬制的膏药，要不要进去验一验？啊，对了，贝勒爷府上也有一批存货，您要不要也去查一查呀？不用了。辛苦谢大人。这次查验结果，我当以实相报，还望诸位继续兢兢业业，尽忠报国。多谢大人教诲。好了，没事，只是皮外伤。啊。二少爷，你刚真厉害，竟然把刑部侍郎给唬住了。侥幸而已。怎么刑部的人会突然来查我们沈家的膏药呢？我看是有人活腻了。那天晚上那个贼，就是赵白石。你确定？他右手臂上的那个伤，是我给刺的。我知道了。这样，二少爷，你好好养伤。沈老板，我们先行告辞。慢走。星儿，刚才你变的是什么戏法？那不是什么戏法。爹，我又擅自做主了一回。我让韩掌柜在我们的军需膏药里加上了点杜鹃花叶子。加杜鹃花叶子，就按照这个剂量加。少爷，这个方子你哪弄的？哎，你别管了，肯定有效。少爷，你还别说，你这个偏方啊，还真挺好使。怎么，你试过？前两天啊，我手划破了，就抠了一块膏药，抹在伤口上，哎，它立刻就止血了，而且啊，过了1天，伤口就好了。好，那就好。这就是杜鹃花的叶子。是。那怎么可能呢？这杜鹃花叶子呢，是一种药效跟血竭差不多的草药。
那要花多少银子？没花你多少银子，每车膏药不过才多花你几两银子而已。这样吧，我马上让韩掌柜把后面的所有膏药全部加上杜鹃花叶子。爹，要加就加血竭。杜老板不会同意的。你不同意就跟他翻脸呗。不行。今天的情况你也是看到了，杜明礼那是诱之以利，威之以势啊。可是那个谢大人完全不为所动，该查还是查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杜明礼虽然可以胆大包天，却不能只手遮天。今天我们是侥幸逃过一劫，可是万一呢？万一要是军需膏药里面没有加杜鹃花叶子，万一要是那个刑部侍郎不被我们唬住，那我们沈家现在会怎么样？他杜明礼有靠山，一旦出了事儿，他往京城一跑，往贝勒爷府上一躲，那我们呢？哎呀，杜老板他有办法。你真以为他当我们是做生意的伙伴呢？在他眼里，我们只不过就是赚钱的工具，一旦出了事儿，丢我们就跟丢破鞋子一样。爹，你就听我的，跟他散伙了吧，好不好？夸了你2句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，跟谁散伙不散伙，是你该管的事吗？该干嘛干嘛去。一个刑部侍郎到了陕西，你居然不知道？谢德固这次来，刻意没有声张，所以我事先没有得到一点消息。可赵白石每天都在你眼皮子底下，啊，你都看不住，你每天在干什么？贝勒爷把你安排在这儿，难道是让你每天喝酒听曲儿？对不住啊，杜老板。听说今天星儿在药材行立功了。我就说嘛，星儿这孩子啊，只要你给他机会，给他时间，不比月生差。今天的事儿还真全靠星儿，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，他呀还真有点见地。那你就别让他再打杂了。一个二少爷天天在商号里端茶倒水、抹桌子、扫地，人家看了会笑话我们沈家。你放心吧，我有我的考虑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深更半夜的，不干活不睡觉的。这段时间没空管你们，要上房了是吧？少爷，今儿老爷夸了你，夫人说呀，咱们这些伺候的下人都有功劳。你看，一人赏了1吊钱呢。老夫人也赏了我东西。二婶，你看，珍珠手链我可喜欢了。就为了这个啊？可不嘛。这得谢谢你，你争气，咱们也跟着有糖吃，对不对呀？对呀，是的。你们要谢的不应该是我。那得谁呀？哎，算了，没事，散了。那都散了吧。哦，回去吧，走。哎，你也回去吧。哦。跑一天，真热死了。少奶奶回来了呀！这外面太热了。
周莹，到我房间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啊。少奶奶，喝茶。哎，小心烫。那我回别院了。周莹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里里外外靠你一个人撑着。娘，你咋那么客气呢？没事儿。东院虽然败了，但牌子还在。饭可以吃不饱，但脸面还得要啊。娘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没听明白。你看看你衣衫不整，行为不检，哪里像个东院少奶奶的样子嘛？娘，我要是像个正经少奶奶的样子，那我们全家就只有等死了。我也知道你不容易，所以我也没有像从前那样要求你，但起码的规矩总得有啊。你这干嘛？娘，你看，天也没塌，地也没陷，我做的好好又怎么样？我们还是没钱，东院还是破破败败的，爹的院还是冤，所以娘别讲究了，没用。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一个儿媳妇啊？你怎么哭上了呀？别哭别哭！哎呦，都是我不好，别哭了啊！别哭别哭，我不好不好，来坐，都是我不好，好吗？啊，你别哭了啊！那个，我答应你，哎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我挣到银子了，我就规规矩矩的，行不行？那你要答应我，以后在外面不能随便脱鞋，女人的脚啊，不能随便给人看的。我这不是在家里头吗？行行，答应你，答应你。还有，你答应我不能随便在外面抛头露面，有事吗？让王世军他们去跑。哎呀，我尽量，行不？对了，南院的事你知道吗？什么事啊？吴玉把所有的下人都遣散了，前天夜里一个人走了，凡是能带走的全带走了，南院空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嗨，爹娘出了这种事儿，换成是我，恐怕也接受不了。说来说去都是那柳氏，害了三叔，害了吴嫔。所以周莹啊，我跟你说，女人啊，一定要行得正。我知道了，都知道，记着呢，全都记着了。我现在就把袜子穿上，啊！娘，你要喝茶不？给你倒杯茶去。李先生，哎，这笔账他为什么要这么记？你帮我看看。哎，老爷，你给我算一下，截止到昨天送走的那批膏药，我们该分给龙神河多少利润？好。老爷，您看，就这个数。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现银吗？有，都给我。按照契约，下个月最后一批订单完成才结账呢。现在就结。哎，好。爹，你要跟杜明礼散伙了。这是你该管的事吗？老爷，您看，好。
二少爷，老爷不打算和龙生和合作了。我知道，我给我爹出的主意啊。沈老板，哎呀，杜老板，今天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个事。沈老板，恭喜你啊！我刚刚接到消息，谢德固这次突然来查，我们不仅顺利过关，还因祸得福。哦，贝勒爷上了一道折子，说沈家人实心办事，攻心为国，理当嘉奖。你猜怎么着？啊，太后和皇上都已经准了。沈老板，你等着，马上就会有旨意。二少爷的5品同知和老夫人的2品诰封，都已经在路上了。沈老板，你就算不谢谢我，也应该谢谢贝勒爷吧？是。谢谢贝勒爷，谢谢杜老板。你谢贝勒爷的头，我就帮贝勒爷手。可至于咱们之间，来，就免了吧。哎呀，杜老板，你让我该说什么呢？请坐。看茶。沈老板，我说你的大愿真的要到了。还有一件喜事呢。这次军需订单啊，虽然有点小波折，但是贝勒爷看你办事勤恳，有意要跟你深切合作。怎么样一个深切合作？沈家跟龙生和合股，沈家负责幕前，龙生和负责幕后，所有的生意，沈家占股7成，龙生和只占股3成。所有。杜老板，我们沈家在陕西经营了有30多年，有1家总行，17家分行，30多家分号，大大小小的伙计掌柜差不多有200多人。你这龙生和在陕西虽然只有一个招牌一个店面，但是在京城，在宫里，在户部、工部、刑部、礼部、吏部，还有军机处、督察院、大理寺，以及通政使司，都有着无显的人脉。杜老板，这军需订单，你们前后都搞定，所以你们占3成，我觉得是理所应当。但你现在要占我沈家所有生意的3成，那有点儿。如果加上这个，这是去年从吴家东院抄出来的。吴家东院的所有客商，所有货品的来龙去脉，返点折扣的细枝末节，都在里面。
所以沈老板，这本册子怎么着也值个30%股份吧？值。沈老板，以后金阳就是你的了。多谢贝勒爷。可是沈老板，有些话我还得说在前面啊。如果你忠心办事，贝勒爷要啥给啥。但是对于那些当面泼凉水、背后捅刀子的人，贝勒爷是绝对不会放过的。福建兵备道杨廷怀被革职，永不叙用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贝勒爷查出来就是他，密报皇上，说我们的膏药没有药效，弄虚作假，所以才有了之前谢德固的陕西之情。而这会儿，谢德固还没回京呢，就因为捕风捉影，重伤忠良，回乡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还有一个人，以为抓住了我们的把柄，给杨廷怀通风报信，可现在从4品降到了7品。我估摸着，他现在应该在收拾包裹呢。早知道在这里只待了几个月时间就要回泾阳，当初就不应该搬这么多东西来。大人心情已经很不好了，你怎么还添乱呢？没关系，范仲淹前后3光，仍不改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我不过是一时被贬，那就会影响到心情。大人，你这次莫名被贬，到底是得罪了朝里哪位大人呢？我是判断适当，授人以柄。此次被贬不算莫名，而是理所应当。至于得罪了谁，不重要，只要一心为公，这点冷枪暗箭，在下自认还受得起。那你就别做事，或者少做点。那我10年寒窗还有何意义？这都2个时辰了，没有人影，也没有消息，会不会跟杜明礼谈的不顺利啊？就算是不顺利，这也该回来了呀。不能出什么事吧？应该不会，老爷一向沉稳，而且是见过风浪的人。你慢点，老爷回来了。少爷，老爷回来了。老爷，哎，老爷，爹，哟，老爷，赶紧，老爷，哎，赶紧把老夫人请出来。慢点，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爷，慢点。我呀，喝了点酒。你从来不喝酒的啊？是啊，今天我特别高兴。爹，你跟那个杜明礼谈的怎么样？星儿，星儿，你爹，我以前挣很多钱，苦吃了不少。慢点。气我也受了不少，但是从今以后，这种日子
一去不复返，都不存在了。你知道吗？啊！老夫人到。来，老爷，慢点，娘，娘，什么事儿啊？娘，你来。哎呦，这么急着找我来，什么事儿啊？来，你坐下，坐。喝酒了。哎呀，喝了一点点酒。我记得上次是你娶亲的那天晚上喝的酒。娘，今天比娶亲那天晚上还要高兴。你替他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都站好。来，娘。儿子，拜见二品诰命夫人沈灵氏。星儿，星儿，星儿，对，你站好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你也是五品的官衔。你对着关老爷，不用下跪，不用磕头，啊，知道吧？你们说，今天我们是不是该高兴一下啊？你们都知道这一切是谁给我们的？都是贝勒爷赏赐给我们的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沈家要好好的为贝勒爷当差，不能辜负贝勒爷对我们的一片苦心，啊！在那儿呢，少奶奶。老德啊，你找我啊？少奶奶，我那个工钱能不能提前支给我呀？第一期工钱不都给你们了吗？是给了，但我老婆突然发病了，很重，要请大夫。但是我没钱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来，跟我来，来。小江，我们还有多少钱？现银啊。就这些了。都给我吧。老德，那给你。谢谢，我给你磕头。赶快起来，别浪费时间了，赶紧去找大夫，快去。谢谢少奶奶，谢谢。看看了，客官下次光临。啊，对，就这些了。看看，啊，都那刚上啊，您要客官慢走，都包圆了，给您便宜点。哎，老德，新进了一批货，要不要进来尝一尝？很纯的货哟。这批可是云土，比你之前抽的川土可纯多了。尝尝吧，再不来可就没有喽。这云土可比川土味儿浓多喽。哎，来，里边请，客官一位。南瓜，哎，南瓜，多棒的南瓜！南瓜，让开！吁，莫要扰民。哟，赵大人，哎，不对啊，知府大人出门不是应该4人大轿鸣锣开道吗？何以赵大人如此轻装简从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赵大人现在已经不是知府大人了，是县太爷了。我现在虽然是小小的7品芝麻官，但就凭你刚才那番言语冒犯，抓你回衙门打板子也是应该的了。赵大人，
你恐怕还有所不知吧？我现在呢，已经是五品同知加身，换做以往呢，哇，你还能跟我平起平坐。但是现如今，只怕我认真起来，你还得下马过来叫我一声大人。弘毅之才买来的官衔，就算是加身，也不过是木猴而冠。彼此啊！赵大人不是也经常以大人之尊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吗？是啊，我的确大意了，打草惊蛇，让你们提前隐藏。不过，沈家药材行为了利益弄虚作假，都是你我心知肚明的事情。赵大人，你探也探了，告也告了，查也查了，现在落得自己被贬，还要说我们弄虚作假，证据何在啊？沈星移，我就算被贬，也是问心无愧，而你，我就不信，你摸着良心也能如此理直气壮。这。那天夫人又把我说了一通，还是那些话。嗯，那你改吗？难呀。嫂子，哎，你妹妹，我爹我娘叫我给你送点东西来。这个是我爹给你的。一妹妹，你替我谢谢你爹，麻烦你再给你爹带个话。再过几天，我们东院就有经账了，就不用再接济我们了。嗯，嫂子，这个是我娘给你的。这也太贵重了，都是自家圣龙泉的药材，花不了多少钱。替我谢谢你娘。嗯，这个呢，是我给你的。这个我喜欢。哎，今天怎么没做葫芦鸡啊？我怕做了葫芦鸡，让你想起吴聘哥哥，伤心。没事儿。那行啊，我以后就经常做给你吃。行，谢谢你，林妹妹。那嫂子，那我走了。行。少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把那些药减一半出来。干什么呀？我们去看看老德的媳妇儿好点没？好。老德，老德，老德，少奶奶来看你来了。老德，是不是走错了？德嫂，德嫂，我是周莹。德嫂。
你先回去找人来帮忙，我去找老德。你干嘛呀？老德，哎，老德，老德，老德，你媳妇儿死了！看今天啊，起来一口气你媳妇儿死了抽多了，都在这儿躺了大半天了，到现在还没缓过神儿啊！你把德嫂的救命钱拿来抽鸦片，你不是人你！这鸦片难道比德嫂的命还重要？起来，起来！我让你抽，我让你抽！哪里来的？起来！让不让人抽你要我啊？死了！老板，让你抽！老板呢？起来！起来！赶快把这疯婆子给我撵出去！好大胆子！来我这儿撒野！来人，起来！撵出去！你媳妇儿死了，你听到没有？德嫂跟了你这么大的灾荒都没有饿死，却被抽鸦片抽死了！老德，你不是人！少奶奶，我都问了，德嫂家的人全都死完了，就一个老德。知道了。志兴，回去找一身我的衣裳，好一点的，给德嫂换上。好。找遍了整个景阳城，只有一口现成的棺材，很薄，但马上就能用。就它吧。小五，你去太湖寺请个师傅，德嫂下葬的时候，还是要找人念念经。好。德嫂都走了3个时辰了，她才回来。难道鸦片真有这么大的魔性？快来快来，老德跳井了！
你为何如此？赵大人，以前我虽然知道鸦片之恶，但是心存侥幸，以为只卖给药铺就可以杜绝。但就在刚才，我亲眼看到鸦片夺走了2条人命，我怎能再有害人之心？你能如此醒悟，倒是很好。可你这50亩罂粟，是你全家生计所在，你这样一点，血本无归啊！血本无归，那只是一时；良心难安，也是一世。你就没有想过，先收获一季，再改种五谷？如果不能斩草除根，那这鸦片就永远都进不去。既然要进，那就一刻都不能耽误，一丝都不能留。你既然如此血性，之前倒是小看你了。周大人，前段日子你劝我别种，我不仅一意孤行，言语中还有许多冒犯与不敬，还请你见谅。你也无需自责。整个大清朝野都只看重鸦片带来的税利收入，对百姓的伤害却视而不见。我唯有大声疾呼，才能够唤醒民众，警醒朝廷。赵大人，也算我一个吧。我虽然只是小民，但也曾匹夫有责之心。但凡以后是禁鸦片的事情，我都参与。谁呀？请问，老爷？哎，老爷回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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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快来接一下老爷！老爷好，老爷回来了，老爷，你回来了。老爷，我是胡山，胡管家。爹，咏梅。几个月，你到底被关在哪里了？你是怎么过来的？吃苦了没有？那军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别问了，东院现在怎么样？东院破了。
想想，现在还有什么生意适合我们做？现在啊，只有一门生意适合我们做。什么？无本生意。这个我拿手，我可以上街卖艺，养活自己没问题，但东院其他人不行啊。哎，我最近跟四叔学了几招，我们可以搭档啊。小五，别闹了。江福奇，你查查我们账上还有多少钱？不用算，我们不仅没钱，反而还倒欠着帮我们种罂粟的佃农的工钱，总共47两银子。那我们现在唯一有的就是这50亩地，要不我们种棉花吧，一年怎么有18两银子的收益？这马上就入秋了，你种什么都来不及啊。明年开春就种。钱呢？买种子的钱，请佃农的钱。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开春还有大半年的时间，这大半年我们怎么过？小五，这关中有多少亩棉田？总得有1万亩吧。王世军，嗯，我们那50亩地能当多少钱？最多也就2000两银子。去年棉价多少？去年棉价贱，才60文一斤。60文一斤，怎么都还差2000两？你想做什么呀？我知道哪儿有2000两了。你要我把那2000两银子给你？不是给我，是借给我做棉花生意。入秋之后，我连本带息一起还你。不行，不行，咱们娘俩以后得靠这笔钱养老呢，说什么都不能动。养老，这2000两银子哪儿够啊？我算过了，把不用的丫头跟小厮都打发了，我自己再绣绣花，打打结子，再加上那50亩地，你、我、张妈能过下去。那还不如借给我搏一搏呢。2000两变4000两，4000两变2万两，不行。为什么呀？你种罂粟刚亏了一大笔钱，不能由着你再折腾下去。我这次有把握，一定不会亏。我本来就不舍得你抛头露面，现在看来，你也不是做生意的材料，你就别那么辛苦了，跟着我老老实实过日子啊！娘，我求你了，把那2000两给我吧。你说啥我也不会给你。周莹，有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你要愿意留下，咱们娘儿俩就相依为命一辈子。你要不愿意，想另寻生路，我也不会怪你，毕竟你还年轻。娘，你这是要撵我啊？不是撵你，东院不是以前的东院了，没必要再拖着你。这以前东院有钱的时候，你们撵我，我就没走。现在东院没钱了，我更不走。